重生成了政法系实习生，我以为这辈子能横着走，结果刚下班回到家，车位又被泼妇霸占。本想为了邻里关系好好沟通的你，却换来对方一顿臭骂。这么晚了还让我下来挪车，你就不能自己找个地方停啊？不是，你这什么道理？占了我的车位，你还要我自己挪车？我占你车位占不得啊，我又不是天天占。哇，你这话真是好有道理。那我住你家房子是不是也可以？毕竟我又不是天天住。车位跟房子能一样吗？还有你这人有没有素质？这里是停汽车的，你个破摩托车有必要吗？这是我花钱买的机动车车位，我怎么就没必要停了？这女人是不是在家嚣张惯了？真是点背，大半夜还遇到这么个极品。我这人就这样，觉得不爽你就报警啊！你骑个破摩托车，瞧把你牛的！你不但占我车位，现在又让我报警。你不敢报警是吧？那我报警，就算我占了你的车位，也是我有理。好吧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个有理法。警察出警很及时，10分钟就到了现场。随后两人被带到了所里了解情况。女人被警察训斥了一顿，一直折腾到了1点多，苏凡这才回到家。作为律所实习生，苏凡没想到自己竟会遇上这种事情，所以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汽配城请人给装上地锁。次日一早，苏凡吃完早餐便打算去汽配城。当他来到地下车库，整个人都懵逼了，自己的摩托车竟然被推翻在了地上，甚至轮胎还被刀了2个口子裂了气。我擦，100%跟那个女的脱不了干系。我的车被推翻，还被扎爆了轮胎，这事是你做的？实话告诉你，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汽车车位你停摩托车，警察支持你不代表你有理。今天我还只是推翻扎爆轮胎，再不挪走，我给你车大卸8块。你嘴放干净点能死吗？有本事就再报警啊！有种告我去啊！傻缺，你这辈子都吃不上4个菜。选项1，忍气吞声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奖励200元修车费50元精神慰问金。选项2，以牙还牙，将恶人的车砸毁泄愤，让他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，谁都有脾气，奖励3000元现金。选项3，绝不惯着，面对蛮横无理的泼妇，反手就是升级车辆，让他知道嚣张跋扈的代价，奖励一份神秘大礼包。我这是气出幻觉了吗？作为一个学法的学生，苏凡自然一看就明白，奖励是什么对他来说不重要，什么车辆升级也不重要，能够让对方为自己行为负责才是最重要的。我选3，绝不惯着。成功选择第3项，车辆正在升级中，成功开启大礼包，恭喜宿主获得视频号1个，100万豪车所有权1辆，车辆升级附属文件1个。什么？还有视频号？苏凡有些懵逼，还没来得及思考，突然面前浮现出一个类似于白色文件的东西。车子改装协议川崎龙神激活中。苏凡翻开了改装协议，明白了100万豪车是什么意思。原来这可以让自己的车自动改装，各项费用居然高达101万，并且拥有完整的改装手续。之前自己这小破车价值不高，老弟我只能憋着，但现在不一样，车辆改装后价值高达101万，真追究起来，让这泼妇尝尝什么叫社会的毒鳖。你好，这里是指挥中心，先生，请您说一下具体的地址，还有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报警。我的车被别人破坏了，地址是春江区龙湖世纪9栋车库私家车位。请稍等，这边让龙湖派出所给您核实具体案情并出警。苏凡等了约10分钟出头，很快警察就赶到了他这里。你好，请问是苏凡先生吗？我是昨晚的陈警官。你好，陈警官，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发现我的车被推倒了，轮胎还被扎爆了。挪车呢？作案人找到了没有？车子是摩托车，当事人的话应该是昨天晚上那个女的，但具体还得查监控才能确定。那你先到龙湖派出所做一份笔录吧。哦，对了，车是花了多少钱买的？车是3000块买的2手全地形摩托车，但是我改装花了101万。小伙子，你确定改装了101万吗？如果夸大报案金额，会受到处罚甚至拘留，千万不能意气用事。我是附近政法大学的学生，现在正在律所实习，我知道报假案夸大金额会造成什么后果。那就好，坐板街上，我跟你去查看一下相关的改装证件。昨晚那个女人看着不是善茬，她担心苏凡报假案夸大受害金额，毕竟故意毁坏他人100多万的财物，这可是刑事大案。而另一边的 C 站，一条名为如果是你会怎么做的视频悄然开启直播。兄弟们，整活栏目又开始整活了。怎么做？这泼妇我特么只想拿拖鞋打死他，占别人车位，嘴那么臭，还有理由报警？咱们能不能换个思路？她老公不在家，隔壁老王好不容易有机会溜到她家玩，结果博主晚上11点叫人下来挪车，被打断的他能不生气吗？我也想看这泼妇后来到底怎么样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这样的人能活这么大？一条条弹幕发出，看到直播的网友无不上火。
车库现场，苏凡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。尊敬的整活栏目博主，您的直播内容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登上了网站首页热门。啊，什么鬼？视频上首页热门了？卧槽！私信消息99加。与此同时，苏凡听到了警车的警笛声，毫无疑问，应该是派出所技术部的人来了。随同一起来的还有川崎的工作人员。这不是普通的摩托车吗？到底改了啥？居然花了101万。2名技术科的警官本来以为这100多万的摩托，要么是金轮毂，要么镶钻石，但现在这模样跟普通的摩托车只能说完全没区别。我们查了一下，他所购买的这个套餐名称叫川崎龙神大师级定制改装套餐。川崎龙神大师定制级改装套餐。川崎龙神大师定制套餐目前只能送往海外总部改装，属于我们川崎最顶级的工艺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大师级改装的车辆，没想到居然被破坏了，真是可惜。与此同时，苏凡的账号自动更新了一条新视频，蹲后续的水友们第一时间就点了进去。一句对不起就解决的事情，非要闹成全网皆知。是呀，自己没理就好好说话，好好道歉，这么凶是生怕自己错的不深刻吗？网友们纷纷希望曝光这个女的，也有网友呼吁绝对不能和解，她不是要报警吗？她不是要 UP 主告她吗？那就如她的愿。苏先生，我们这边粗略的查看了一下，目前裸眼能看到的就是车漆还有一些磕碰伤以及轮胎损伤，损失至少超过1万元，但具体还得我们带回去检测，特别是发动机这一块。可以的，那什么时候会出报告？苏凡还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被系统直播，此时只想着什么时候能出具权威的车损报告，让那叫嚣的泼妇付出代价。这下乐子大了，这泼妇肯定以为这就是一辆破摩托，结果没有想到这是一辆龙神改装的100万豪车。希望不要和解，我就想看他继续嚣张的样子。占人车位还推翻人的车，扎爆人的轮胎，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凭什么惯着你？请快进到吃牢饭，谢谢。最迟2天之内。好的，那辛苦了。很快，川崎工作人员离去，其中2名警官去掉监控。小伙子，你有那位女士的号码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就先打过去，然后我口头传唤她到现场。我有，请稍等。苏凡开着扩音拨打了电话，依旧是熟悉的报道吼声。然而这年头也不是谁声音大谁就有理。小子，你有完没完？钱女士你好，我是昨晚的陈警官，你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现在口头传唤你到九洞停车场美买的CU13号车位。挖了2个轮胎就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了？老娘读大学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，还口头传唤，整得挺专业。苏凡接过手机重新拨了过去，接过电话却发现对方居然直接给他拉黑了。号码给我，我来打吧。钱女士你好，我是龙湖派出所的陈警官，你涉嫌一起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传唤你到九洞停车场雷曼的CU13号车位配合调查。你说你是陈警官，我就信你是陈警官啊！现在诈骗电话那么多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陈警官，如果你们要去他家，我倒是可以带路。那我们上去就找这位钱女士了解情况吧。女人偷偷划破别人车胎，转头悠闲坐在家里看电视，却万万没想到，车主不仅报了警，还带着警察找上门来。你好，请问是钱文佳吗？我们需要他配合调查一个案子。是钱文佳，他犯什么事了？老妇人有些愕然，毕竟老一辈的眼中，警察找上门不是好事。妈，是谁在敲门了？是警察，说什么找你配合调查。配合调查？警察同志，我犯什么事了？你们可不得冤枉好人啊！钱文女士，九洞停车场的摩托车被推翻了，你是否知情？知道啊，那破车最多也就2-3千块钱，你们警察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管？钱文女士一副无所谓的神态，在她看来，这种事就是很小的事。同时，她还鄙夷地看了一眼陈警官身后的苏凡，真想不到某些小家子气的人，这种事也要报警。苏凡虽然没说话，但直播间的网友们可忍不住了。此时，一条条弹幕占据了整个屏幕。这难道是人说的话？这怕不是条狗吧？这女的我服，人家报警了，她反吼一句你没度量，合着买车来就是给你推翻的呗。女士，那辆车定损超过1万元，对方不接受调解，要是起诉的话，这就是刑事案件。你要1万块钱？小子，你碰瓷了？就那辆破摩托，怎么可能会车损过1万？急眼了。警察同志，你可不能信了这小子的话。女士，你别激动，现在真正的车损报告还没出来，但这辆车具体价钱并不能通过肉眼断定。什么？你们警察合起伙来坑人是不是？钱文女士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既然我上来找你，并且说出车辆的具体价值，那肯定是有文件支撑的。老陈十分严肃地开口道，同时拿出了那份车辆改装协议给他。
传奇龙神，101万，一个破摩托车，你用101万改装？钱女士，我花多少钱改装那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关心吧？啊，陈队，这单出了一点问题。小子，你这合同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报假案可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。钱女士看了一眼侧到一旁的陈警官，随后又扫了一遍合同，刚刚那一张激动的脸瞬间转换成了一副冷笑的姿态。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，去查不就行了？钱文女士，现在口头传唤你到派出所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吧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？难道昨晚跟他产生了纠纷，你们就认为这摩托车是我扎爆的？这是不是太草率了？警察同志，我闺女虽然性格彪悍了一点，但她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不可能做出破坏别人车的事。再说了，有什么证明这件事是我做的？我儿子今年可刚考上政法委，到时候我可以向政法委投诉你们。女人老公是系统工程师，曾帮过小区调试摄像头，所以知道这一片没监控，自然也没证据。他眼神又朝着苏凡瞥了一眼，看上去似乎有些戏谑。苏凡并未回应，而是默默拿出了手机。钱文女士，我希望你最好能坦白从宽，争取谅解。要是等所有证据都摆上台面，警方选择立案，再是后悔了就迟了。这位警察同志，你们想快速破案，也不是无赖良民啊！不是我做的，你叫我怎么坦白从宽？我这不是比窦娥还冤吗？毕竟现在手头上暂时没证据，陈海也不能违规办案。钱文没有说话，白了一眼苏凡，随后关上门。师傅，明显就是他做的，为什么不把那个女的带到所里调查呢？小云，凡事都要讲证据。证据？不是有同事去调监控了？难道监控出了问题？没错，刚刚技术部的同事和我沟通过，目前整个街区大部分监控都没开，而案发现场也是其中之一。苏先生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这件事警方会尽快给你一个回复。你先跟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吧。好的。女人霸占他人车位，不仅不知悔改，还在深夜偷偷扎破别人车胎。没成想这一幕被拍成视频，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来自各路网友的祝福。这辈子都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短信，一定是苏凡。这混账不但没度量，还卑鄙。妈，你把手机拿给我。钱鹤昨晚在外边庆祝自己考编上岸，今天下午刚回家，却没有想到老妈居然被网暴了。只见他拿过手机，设置了拒接所有陌生号码，短信也设置成了骚扰拦截模式。小贺，这些无脑的人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妈，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钱文叹息了一声，随后对着自己的儿子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他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这么卑鄙，竟然通过舆论来网暴自己。摩托车花101万改装，背下扎爆个轮胎，车损超过1万，有没有搞错？是啊，我就想着是个二手破摩托，哪怕拆了也就1000把块钱，哪里想到会这么多钱？完全是讹人！这些警察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？居然不核实涉案具体金额，这完完全全可以给处分的。对呀，儿子，我就觉得那小子完全是虚报假案，我甚至怀疑那个姓陈的警官跟他有关系，说不定是亲属也不一定。要不是今天我机智，真就被他们带回派出所诱供了。妈，你还记得改装合同写了什么吗？具体的我不太记得了，我就记得好像是叫什么川崎龙神之类的。川崎龙神，我查查。很快，钱鹤跑回了房间开始查询，并且还询问了自己玩摩托车的朋友。转眼时间来到了4点多，只见一个穿着格子衫的男人走了进来，对方黑眼圈十分明显，但此刻他的脸色比眼圈更黑。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早？钱文，你看看你做的好事。姓张的，你吼谁了？我就吼你呢，如实回答我，这事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，怎么了？钱文，你平时疯也就算了，你推人家车还扎爆人家轮胎，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要是罪名成立了的话，这可是刑事案件。好啊，张胜，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肥了，你都不问问前因后果就骂我，你还是不是这个家的男人？本来钱文还想着这个男人回来会安慰自己，甚至跟自己一起出谋划策，结果对方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。我不是这个家的男人，我会在这里骂你，你就是缺男人管教。今天我倒是想听听你什么理由，到底是人家吃你肉了，还是把你家的房子烧了，值得你做这种事情？我知道我占人家车位不对，但那是汽车车位，他停了个摩托车，凭什么就不能让我停？而且他态度还不好，我下去挪车他还吼我。钱文也没有想到，一直窝囊，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不会的丈夫，今天就跟发了疯一样，顿时也不敢继续跟对方硬刚，而是摆出了自己的道理。你老婆被人欺负了，你不但不找人家算账，还在窝里横。我现在不想跟你吵，现在立马登门去给人家道歉，争取谅解。姓张的，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，今早刚说不是我做的，下午你让我去道歉，你想让我身败名裂，受万人唾弃吗？再说我凭什么去道歉？要那姓苏的谅解？
张胜提早回来就是为了这事，必须在警方调查得到证据之前跟那个小伙子沟通，然后撤案，不然儿子好不容易考上的编制可就全毁了。姓张的你忘了 A 区的摄像头还没投用呢，我为什么会进去？他们有证据吗？钱文冷冷一笑，脸上还有几分得意。只要他们没证据，就抓不了人，自己完全可以高枕无忧。就算你运气好没拍到你，但其他地方有监控吧，所以你最好赶紧去道歉，祈求谅解，把这事平息下去，不但对你好，也对小贺好。钱文很为难，他早上刚说不是他做的，下午就去道歉，那样的话他脸就丢大了。妈，你不用跟他道歉。小贺，你妈在胡闹，你也在胡闹吗？难道你们俩不知道这是属于是什么性质？姓张的，你就不能让小贺先把话说完？行，那你说说为什么？刚刚问了我玩汽车的朋友，同时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些信息，基本上可以断定他那个改装是假的。女人不仅占人车位，半夜还偷偷扎破别人轮胎，甚至女人的蠢儿子还想着把车主送进去吃牢饭。如果金额是假的，那对方岂不是在报假案？我不但不用负责，还能把对方送进去吃牢饭，简直太好了。是的，川崎的龙神是大师级改装，有很高的门槛，并且国内还不能改装，得把车送到海外总部去。就那破摩托车，对方还送到海外去改装？所以说，正常人是绝对不可能送一个破摩托去海外专门改装的，更不用说还有门槛。钱家这个小区只能算是春江市很普通的小区，富二代是绝对不会买这种地方的。再者，他也去查了一下，目前国内也没有任何一辆川崎龙神大师改装车辆，所以他断定就是假的。我就知道这改装协议一定有问题，就那小子连汽车都买不起，怎么可能花费100万去改装摩托车？小贺，你确定吗？爸，确定以及肯定，到时候如果愿意的话，还可以把那小子送进去，至少让他吃上10日牢饭。这都是我询问朋友还有自己查出来的消息，绝对真实可靠。小贺，必须要让那姓苏的卑鄙小人吃牢饭。另一边，苏凡从警局回到家已经是傍晚5点。到家后，苏凡缓缓拿起手机，最先看到的是小信箱，消息熟悉的999家，而他的粉丝从最初的10万出头变成了110万出头。这未免太浮夸了吧！100万粉丝博主，自己之前做梦都想达到的成就，结果现在1天就完成了。恭喜宿主达成单一视频平台100万粉丝成就，请领取阶段性奖励。100万粉丝还有奖励，那是什么？苏凡点击领取，发现竟然是一段作案高清视频。苏凡看了一遍作案过程，摸索了一下系统。与此同时，因为那位钱女士的个人住址被公布了出来，一些比较近的记者为了新闻流量已经找上了门。钱女士，你有什么要对观众们说的吗？我想说，关于占车位这件事，确实我有错。但那天晚上去警局的时候，警官也对我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教育，我也道歉了。后来的事跟我真没关系。我觉得你们这样网暴我真的不太好。如果我有罪，请让法律来惩罚我，而不是无尽的谩骂。直到晚上，钱文和儿子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，看着手机上不断弹出的新闻，显然很满，说明他们的计划成功了。平时早就要睡觉的钱文，这会儿11点半了，还精神抖擞在刷文章。而网友们也开始怀疑起了苏凡的那一份改装协议，舆论此时形成了对冲，支持他们的人占据了一大半。而房间里的张胜却是忧心忡忡。不得不说，这女的不去演戏实在是太可惜了，装的还真像那么回事。如果不是自己达成粉丝100万的成就，领取到了对方作案全过程的视频，我还真就信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事情一旦做了，总有被揭穿的一天。第二天一早，龙湖派出所却炸了锅，同时压力施加到了老陈身上，上级也要求他们尽快给公众一个交代。老婆，这不是胡扯吗？我跟那个苏凡先生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，怎么他就变成我侄子了？老陈，我们共事也这么多年了，你的人际关系我还是清楚的。但现在这舆论的风暴点在于改装合同是否是真实的，有没有相关方面的证据。身为派出所所长，老莫今天凌晨就接到了上级领导的电话，要他对陈海是否跟苏凡有血缘关系进行调查，同时还得尽快查出那份改装合同的真实性。毕竟现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对改装合同的质疑。老莫，这改装合同确确实实是真的，昨天川崎工作人员也做了认定。老陈，你也知道，空口无凭，他们有没有盖公章呢？执法记录仪里倒是有画面，公章倒还真的没有。那到时候我们说这合同是真的，部分网友问，你怎么能确定昨天来的就是川崎售后的工作人员呢？就不能是对方假合同上用来的假号码，再故意帮人演戏，那该怎么办啊？师傅，小云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莫索，我这可是有好消息啊！有什么好消息激动成这样？在眉心燃烧的火，这会儿还正旺着呢，难不成还能灭了？是啊，小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莫索，这火还真灭了。川崎总部亲自发出声明，证实了那份改装协议的真实性。
只见玉淑云拿出了一份文件，上边赫然是一张盖了章的声明书，证实了苏凡的改装确实是川崎龙神的改装，且出自总部大师之手。我看看。你们那是不知道，昨晚那帮蹦达的博主，所谓的科普达人，今天删帖的速度比什么都快。那我现在联系宣传科的同志，让他们也出一份辟谣声明。传奇那份声明书算是解了燃眉之急，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把满日天飞的谣言给堵住。不但要联系宣传科，还得联系网监科的同事，造谣的，特别是造谣民警的人，必须给抓起来。墨索，联系网监科，交给我去办。很快，派出所的辟谣声明也发了出来。办案民警跟摩托车当事人并无任何关系，且改装合同属实。然而事情并未结束，网上出现了一段行车记录仪视角的视频。视频记录了在深夜有位女士推翻别人车，还拿刀子扎爆别人轮胎的全过程。这一段作案视频虽然模糊，但经过辨认之后，大家很轻松就认出了这人是谁。短短1个小时，视频播放量超过1000万。真是厚颜无耻！姓钱的你最好一辈子别出门，居然还恬不知耻的让网友们给你道歉，你也配？我配！这是认错态度吗？这泼妇压根就没觉得自己错了，甚至歹毒的还想陷害别人。视频出来之后，网友们纷纷指责钱女士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苏凡的手机收到了好几条短信，他猛地打开一看，居然是网友大额打赏的通知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车损已经鉴定完毕，可以过来随时获取报告。我叫你不要这么做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张胜看到妻子做的这些丑事都被公布了出来，而且川崎那边还出了声明书，证明那一份改装协议是真的。张胜，你大早上的抽什么风？我就跟你们说过纸包不住火，你们非要头铁去撞。姓张的，我是看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要是实在不想过了，现在立马就给我滚出这个家。钱文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故意损害他人财物，对方要告的话，稳稳吃牢饭，到时候儿子政审问题也都没办法通过。我管他这是什么？你什么你？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谁呀？这是姓张的，你耳聋了吗？有人敲门你不知道去开呀？大门砰砰砰的响声，姓张的站在这里不动如山，就跟个木头一样。张胜默不作声，连看都没有看一眼钱文。妈，这一大早的谁呀？该不会是你的声援团透露了信息吧？我怎么可能透露地址？只见到他朝着门口走去，刚刚拉开大门，下一秒惊呆了，他们家居然被人砸了鸡蛋，地上更是一片狼藉。妈的，谁呀？有本事给我站出来！该死，一定是姓苏的找人报复我们，我这就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不，那我们应该拍下来，让他们都看看这小子的面目，同时也让大家看看你受到的不公正待遇。对，拍下来发到声援团里去。还是小贺你聪明。钱文听到这话之后，像是瞬间想到了什么一样，立马跑回房间里，想拿手机出来拍照。爸，你看，就这度量，一旦妈去道歉，对方还指不定小人得志成什么样呢。我没当好一个父亲，也没做好一个丈夫，终是害了他，也害了你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咱们家好着呢。钱文本来想打开声援群，通过录像把家里发生的事发上去，结果他发现自己被踢出了群聊，甚至还看到了川崎集团的声明书以及一段视频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小贺，昨晚他们创建的声援群竟然把我移出群聊了。被移出群聊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一个早上的时间就完全变样了？钱鹤打开社交软件，自己也直接懵逼了，上边也是他被踢出群聊的提示。钱文很快拿来了另一台手机，看到了浏览器推送的新闻，第一条就是当地派出所发出的声明。小贺，你不是说改装协议是假的吗？这怎么是真的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那你看他这一份声明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真的改装花了101万？很快他们母子发现，一夜之间整个互联网直接变天了。川崎那边出了声明，警方也出了辟谣声明，并且表示这个案件一定会竭力去办，给公众一个交代。如果真的价值100万，车损过万，我可是要坐牢的。钱鹤仔细阅读，打开了川崎官方账号，最终证实了这个声明不是伪造的。他气冲冲的去找自己朋友，结果对方直接把他给拉黑了，气得他瘫坐在地上。妈，这视频不是你吗？什么？我怎么了？钱鹤发现群里面竟然有一段视频，他打开视频，看到他妈推翻别人车，并且划爆别人轮胎的过程。虽然有点模糊且距离有点远，但他还是第一眼认出了这是他妈。这个女人肯定是长期野蛮惯，想知道她老公都是怎么滚。姓钱的居然还要求网友道歉，我道歉一个锤子！这种业主在我们小区，我直接搬家。亏我昨天还信了他，你以为是个好人？小贺，这怎么办？完了，这下是真的完了。川崎的声明书
警方辟谣声明，再加上这一段作案视频，基本上完全坐实了他的犯罪。钱文此刻六神无主，早就没有了之前那嚣张的气焰。妈，这视频这么模糊，要不干脆不承认？还死不承认？你们想一错再错吗？对，妈，你记得那个家伙住哪里吗？你现在趁着警方还没有立案，赶紧要去道歉，甚至用钱砸他都可以。趁着警方没立案，对方不追究撤案的话，一切就还有的救。只要对方收了钱，就可以用这个威胁他敲诈。那我们就去找他道歉。这张卡里还有100多万。听到自己真的要坐牢，钱文拿着他的银行卡，张胜也顺带提了几盒高档礼品。他们一家到苏凡家门口，然而敲门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发现根本没有人回应。这姓苏的，该不会是故意避着我们吧？我们都拿礼品拿钱过来了，对方还想怎么样？我再敲大声点儿。与此同时，苏凡根本不在家，他去到了川崎售后第三方鉴定拿事故报告，而龙湖派出所那边也来了人。苏先生，我看了一下，你这个车辆定损价格是5万1000多，对方已经构成损坏他人财物了。既然他做了，那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苏先生，我们这边会尽快立案，给你一个交代。那就劳烦费心了。自诉变公诉，这下连起诉状都不用写了，只能说某些人自作孽不可活。钱文，不是要让我告你，让你吃牢饭吗？我苏凡还是能让你如愿以偿的。黑的哈，还真是没完没了呢。苏凡反手就把钱文的号码拉到黑名单。他把你拉黑了。是啊，打不通了。你做出这种事，拉黑你也正常。你拿着我的电话再打过去看看吧。这不是为了小贺着想吗？要是我承认了，小贺考的工作不就没了？你这是帮小贺吗？你这是害他。现在你折腾出这种事，对方一点不谅解，你100%坐牢。我哪知道会这样？喂，你好。接了。苏凡小兄弟，你现在在家吗？请问你是哪位？苏凡小兄弟，我是钱文，我们拿了点东西过来，想串串门，顺便为那天晚上的误会跟小兄弟你道个歉。钱文，难怪觉得这声音熟悉。对，是我。哼，那钱女士，您可就别叫我小兄弟了，我承受不起。苏凡没想到对方居然又换号码打了过来，看来今天不把话讲明白，对方怕是誓死不罢休。啊，那我应该叫你什么？请叫我原告。原告？别啊，小兄弟，只要你愿意和解，多少钱我们都给。你不是要我报警，要我送你进去吃牢饭呢？这不，马上你就要入院了。我那是开玩笑了，我在这里真正的跟你道歉，你给个数，多少钱我都赔。听到对方这坚决的态度，钱文彻底慌了，当即主动认错，并请求原谅。不好意思，你开的玩笑，可我当真了。同时我也不要道歉，你收回你的钱吧。说罢，苏凡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妈怎么样了？对方同意接受我们的赔偿吗？说要告我，还说不要钱。啊，他居然不要钱，是不是钱不够啊？不是钱不够，是气没咽下去。谁叫当初你妈扬言要对方送他进去吃牢饭的？我不想进监狱，怎么办嘛？怎么办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找到人，先得到对方的谅解，到时候你还有希望。对，妈，我们得找到这个人，先取得谅解再说。只见到钱鹤凑到了钱文的耳旁，叽里咕噜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只要对方开价，那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上了。小贺，你这脑瓜子怎么这么灵光啊？那等他一回来，我就来跟他谈。晚上一起来，先回家。那这些东西怎么办？一起提过去，到时候晚上拿过来，才能显得我们有诚意，不是？我看行。就这样，钱文提着礼品就往自己家的方向走，整个人就好像是找到了目标一样。钱文和张胜一行人从隔壁苏凡家回来，发现自己家里竟然开着门。怎么回事？门怎么还开着？钱文女士你好，我们正找您。忽然，房间里传来一道洪亮的声音，只见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走了过来。陈警官，你怎么在这？跟我们走一趟吧，钱女士。走，警察同志，我犯什么事了？钱文没有想到，自己这才刚进门，警察早已在家里候补。钱文，你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陈警官，我怎么就涉嫌毁坏他人财物了？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呐！钱文女士，现在你有义务配合调查。这好吧。现在给你2分钟收拾一下。小贺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要抓我进去了。妈，没事，你死不承认就行。反正那监控那么模糊，就说那个姓苏的得罪了其他人。小贺，警方一旦开启调查，他能撑多久？老老实实去坦白，再积极赔偿，争取谅解。爸，不能认，到时候我的工作怎么办？先拖着，等我工作稳定了再说。听我的，认罪，然后去找那小伙子调解，同时向全体公众道歉，争取宽大处理。爸，那要是他不网开一面呢？你这完全是害了我。2分钟时间很快就到了，钱文被警方带到了审讯室当中。钱文，希望你能如实交代作案细节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为你争取宽大处理。
陈警官，你可不要诬陷人，这根本不是我做的。那这份视频你怎么说？你们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这播的是什么嘛？这么模糊。还装是吗？钱文，就凭这个录音和车损报告，我们已经可以定你的罪了。别逗了，陈警官，就这个视频连脸都没有，哪里证明就是我了？你们该不会就用这一段视频定我的罪吧？审讯持续了3个小时，但钱文要么不搭理，要么就是拒不认罪，甚至还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视频太过模糊，不是他本人。钱女士举报候审。玉警官，你怎么在这？这不是缺少证据，拍下车牌号，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，到时候拼起来整合成一个证据链，哪怕钱女士不承认，那也依旧可以判刑。缺少证据？是的，因为缺少证据，导致无法进入司法程序。钱女士已经被取保候审了。之前那段网上流传的视频，不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吗？别提了，他死不承认，甚至还质疑那段视频是伪造的。死不承认？苏先生，难道手头上有可以补充的证据？有，他今天打电话跟我说希望和解，但我拒绝了。电话录了音，然后你们也可以查一下电梯间的监控，大概是中午的时间。好了，苏凡先生，那个我能不能加一下你联系方式？你把录音文件发给我。听到这话，玉淑云喜出望外，有这证据，明天就能把人抓回去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市局交代的任务，同时给广大关注这件事的网友一个交代。可以，晚点我还有一段视频，到时候玉警官你也记得接收一下。玉淑云加了苏凡的微信，苏凡很快将录音文件给发了出去。苏凡先生，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，有空请你吃饭。你们在帮我查案子，我只是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那苏凡先生，我先去调电梯间的监控了，就不打扰您了。玉淑云跟苏凡道了别，而苏凡此刻则是回了家。刚到家门口，苏凡发现一个陌生的男胖青年正依靠着他家的门在那儿玩手机。你好，请让让。我操！苏兄弟，我是钱文的儿子，求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吧。钱文的儿子，别跪，你还是进来说吧。苏兄弟，我替我妈道个歉，那天的事情是我妈不对，只要你出具谅解书，要任何赔偿都可以。你不用替你妈跟我道歉，钱我也不需要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苏兄弟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妈一时糊涂才做出这种事，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们家愿意给你100万。一时糊涂？他要是真一时糊涂，在接受采访能拒不承认？我看他时时刻刻都在逃避责任。苏兄弟，我知道这事确实我妈不占，那加到300万，只要苏兄弟你撤案出具谅解书。钱鹤丝毫没有意识到苏凡对他的钱真没兴趣，还继续加着价。在他看来，没谈妥那一定是因为价钱的问题。这件事我坚持原则，不会出具谅解书，更不会撤案。你回去吧。在派出所拒不认罪，然后私下死缠烂打，找自己出具谅解书，甚至撤案，这样钱文就能最大程度减轻刑责。只可惜苏凡不吃这一套。苏兄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难道你真的要逼死我和我们家吗？还没等苏凡说话，忽然就在这一刻，门口传来一道敲门声。钱鹤当即跑去开门。这位就是苏凡小兄弟吧？今天你不在家，只能这会儿提些东西过来串串门了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如果跟他一样想用钱收买我的话，就算了吧。你看看我不在家这几天，你都搞成什么样了？真是鸡飞狗跳！赶紧给人家苏凡小兄弟道歉。对不起，苏凡小兄弟，我知道错了。苏凡小兄弟，这是我从海外拿回来的上等好玉，送你就当个千年礼，你看怎么样？钱老爷子本来在外地谈生意，但女儿出了这样的事，他这个做父亲的只好提前回来。至于取保候审的事，当然也是他办的。不必了，东西你都收回去吧。苏凡小兄弟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。我在郊区有公产，包括房子的总资产也有3、4千万这样。哦，你女儿可是蛮横的很，你们赶紧走吧。关于这件事，我绝对不会出谅解书和撤案的。你看看你，我都教过你多少次了，善待别人，收敛你的臭脾气，给我跪下！爹，你们可别跪，我承受不起。还有，请你们立马出去，再不出去我就要报警了。苏凡兄弟，你就给我妈和我一个机会吧。演得不错，下次别演了。够了，都给我出去！刹那，整个屋子声音戛然而止，像是放了静音一样。钱文也不闹了，钱鹤也不哭了，俩人直勾勾地看着钱老爷子。出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让我跟这位苏凡小兄弟好好谈谈。钱老爷子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他接触了不少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些人喜闹，觉得一家子上门是诚意，而还有些人喜静，大吵大闹生烦躁。而他既然对钱不感兴趣，那么肯定有其他的软。等等，把你们提来的东西都拿走。都拿出去吧。就这样，钱文一行人拿着自己拿来的东西走出了苏凡的家，关上门，整个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，如果是劝我谅解与撤诉，那你还是别费这功夫。我听说苏凡小兄弟你在政法大学读书，这么年轻就在春江买了套房，
难怪对钱嗤之以鼻，真是年轻有为呀！有话直说，我还要去做饭。但是我也常跟你们学院打交道，你们学院的副院长是不是叫丁洪文来着？是有这么个人。我跟他也算是老相识了。你们学校的教务处的杨明主任关系也都挺不错的。钱老爷子心里明白，既然钱不是他的破绽，那么对方就一定有其他的破绽，而多聊是唯一的手段。你跟他们关系好坏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没，苏凡小兄弟，我是想说，你在学校里要是毕业有些问题的话，倒是可以找这两人，可确保你通畅无忧。如果你想用这个毕业威胁我，那你还是省省吧。苏凡小兄弟，你这会错意了，我是真心想让他们帮你，回头我跟他们说说，给你安排到你们行业的头部单位去。当然，这样不是为了撤案和谅解，主要是我想跟小友你交个朋友。这小子真是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，我就不相信对方不缺工作。你让我看就省省吧。最后问一遍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不说我送客了。哎呦，表面上安排工作，言外之意就是我认识人，你得罪了我，我可以让你在业内混不下去，这是影响。好吧，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。还希望小伙子你能给我女儿一个机会，什么条件你尽管提。我没条件，你就别再幻想我撤案的问题了。小子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做人最好留一线，以免到时候跌跟头。你女儿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想过留一线吗？小子，你真的要逼死我们钱家吗？做这样的事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我在这里摔倒了，只要受一点伤，就可以把你送进去。你赶紧出谅解并申请撤案，我刚刚的条件还作数。钱军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份调解书，言语直接上升到了威胁，这也是他最后的底牌。要是对方不答应，他准备直接躺在地上。我这有摄像头，你躺吧。还有刚刚你说的，摄像头也都录下来了。姓苏的小子，算你狠，好吧？这是我钱家认栽了。不过这几天是我孙子钱鹤政审的关键期，你敢向警方透露任何关于我们协商的内容，导致我孙子政审失败，我哪怕倾尽所有，也要把你给送进去。哦，你不说这个我倒还忘了。今天你女儿打电话给我要谅解，我已经把录音发给了负责这案子的警官，希望他心想事成，吃上牢饭，不要过多感激我。这可怪不得我，谁叫你不早说呢？姓苏的，我希望这事最好是假的，要不然后果你承担不了。这都什么奇葩的一家子啊！今天还多亏了这个机器人小百事。此时，钱文一家人在楼下等着，看到老爷子下来，立马围了上去。你们中午给他打电话了？是啊，今天中午张胜叫我打电话给那姓苏的求谅解，怎么了吧？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上午打电话给他请求谅解，下午竟然在派出所拒不认账，你疯了吧？钱文很少见自己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他吓得不敢说话。张胜则没发言也没表态，他感觉自己现在更像是个工具人。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那姓苏的以这个事威胁要加价？加价如果有用，我还用这样。他说他把电话录音已经发给警方了，一旦这事情是真的，以警方的速度，事情会很快进入程序。他的录音了，还发给了警方。这个姓苏的混蛋，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？是要把我们一家子逼死吗？不能吧？你是不是把他逼急了？他吓唬你的？最好是假的，不然你们两个可都要遭殃。此时，钱家几人已经到了家，而苏凡已经将那段系统获得的作案高清视频给发到了网站上。哎我终于等到你了！这视频够清晰了吧？这下能判刑了吧？之前那段视频确实看不清，我想知道这泼妇现在会怎么狡辩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夜晚，作案视频这几个字刚冲上热搜，小区外便闪烁起了警铃。好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来到了钱文家门口。次日一早，互联网关于悍妇被抓，涉及故意损害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或将判刑3年以上的消息冲到了全网热搜榜前列。善恶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候未到。没错，还不是嚷嚷着要去吃牢饭吗？看看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猖狂。接下几日，为了避免钱家人骚扰，苏凡回了学校宿舍。转眼到了周四，法院开始开庭审判。坐在被告席上的钱文脸色煞白，面如死灰，整个人像是苍老了10几岁了。鉴于钱文并未得到谅解，并且还有欺瞒抵抗调查、故意利用错误言论引导公众舆论的行为，依法判3年零5个月有期徒刑，并附带民事赔偿10万元。庭审结束，钱文感觉天都塌了，直接晕倒在了现场。而钱家人也都目视着苏凡，就好像是在说这是过不去。审判结束，众人散场。刚出法院的苏凡脑海中忽然传来一道声音：
宿主完成选项3系统任务，事件结果：前文被判刑3年零5个月，宿主获得10万元赔偿，总评级 S 级，奖励白银宝箱1个，一次抽奖，系统面板开启。提示：日行一善，功满3000。本系统作为一个正能量系统，旨在弘扬社会正能量，辅助宿主提升自身社会价值、世界影响力。当前进度如下。 3000个任务，这得做到什么时候？提示：3000个任务是系统第1阶段任务总数，并不需要全部做完，能拿多少全凭个人，但无疑完成越多，好处越多。哦，那这出圈值又是什么？出圈值是宿主的自身社会价值、世界影响力，理论上没有上限，其数额越高，宿主越受益。原来如此，那就接任务吧。与此同时，法院的判决消息被发了出去，一家家媒体争相报道，互联网炸裂式沸腾。什么？这泼妇被判了3年5个月？差点以为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走走过场而已，没有想到是玩真的。为公正的法官点赞。由此可见，我们春江市绝对不藏污纳垢，真正的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丁律师，告诉我吧，我不想坐牢那么长时间，我要上诉。当我上诉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律师？怕不是跟那个姓苏的一伙的？钱女士，这件事怕不太好继续上诉。为什么？我们家给你那么多钱，你给我辩护出了3年5个月的牢饭，你狗屁的顶级律师！不行，就叫我爸换人。钱女士，你先别激动，得到谅解的话，我是有信心能帮你争取减几个月的刑期。姓丁的，那你为什么不争取？我爸给了你那么多钱，你就给我换回了这个。钱文女士，在整个案件中，你抗拒、误导警方的调查，甚至利用媒体引导错误的舆论，法院认定你情节特别严重，手段恶劣，完全可以顶格判你7年。什么？顶格7年？所以钱文女士，你就不要再继续上诉了，在牢里还是可以减刑的，而且这也是你家里的意思，这算是捡了个便宜，也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再上诉到2审，考虑到事情的影响，很有可能会判5年以上。邻居常年霸占我的车位，拒不认错。更可恨的是，深夜还偷偷扎破我车胎。而我自带系统的法系学生，凭借系统一步一步让对方吃上了3年牢饭。判决出来后，钱家似乎消停了，反正没见过对方找他麻烦，不像是之前判决还没开始的时候，这钱家几乎一天要跑他家10几趟。喂，阿伟，怎么了？小宋，你早点回来。你不是要巩固游泳技巧吗？隔壁中医大游泳馆里有好多妹子。我也想，但今晚就不过去了。律所那边还有案子，明天我得跟着指导老师去调查取证。那老苏回头你考试咋办？下周可就要进行预约了。要不这周6周日吧，到时候在我们学校或者中医大都行。苏凡是一只旱鸭子，只会一点点游泳，但学校要求每个毕业生必须完成规定的游泳考核。躲了3年，自己这次躲是肯定躲不掉了。这周就好好学学吧。到时候你想学游泳，咱就一起来中医大。都快毕业了，咱们寝室得联合脱单不是？吃完晚饭，苏凡想起系统还有一个白银宝箱没有开启。宿主是否打开白银宝箱？是，打开。恭喜宿主获得健将级游泳技能。健将级游泳技能，这是缺什么来什么？正除了游泳考试，没有想到就给了游泳技能。很快，苏凡的脑海中便涌入一股关于游泳的记忆，并且身体好像也能协调起来。周6去游泳馆试试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个人。有个小孩好像掉水里了，有小孩落到水里了。什么家长啊？孩子出事了，人影都没一个，孩子都快不行了。有没有哪个会游泳的去救救那个孩子？谁家做父母的让小孩一个人去上学？抓到了，抓到了，还真是个小孩子，快打120。终于苏凡将人抱上了岸，很多人凑了过来。这有没有医生先帮忙抢救一下？我是。是你？你不是隔壁中医大的学生吗？是我。同学，你不是不会游泳吗？怎么还跳下去救人？游泳技术不成熟，盲目救人，这很危险的。苏凡一看时间，已经8点55分了。他今天可是约好了，要跟指导老师9点去调查取证，这可关乎着他整个实习期的成绩。3两句解释不清。同学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这小孩就先交给你。行，那你赶紧去吧。路上，苏凡心情十分愉悦，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拯救人生。然而，苏凡不知道，这一次救人不但没当成无名英雄，还狠狠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救完人为什么不送医院？很快，这孩子便被送到了附近的第2人民医院，但因为溺水时间过长，想要恢复治疗费，保守得几10万。随后，一条名为“龙湖河岸边的那个年轻人呼吁你尽快投案自首”的文章登上了头条。
我拼了命救了落水儿童，孩子母亲不仅对我没有感激，反而叫来网红颠倒黑白说我作秀，甚至还利用网红身份把我推上风口浪尖。你好，这位小姐，我们是春江观察的记者，请问你是现场的目击者吗？对，今天早上我就在现场，我可以说。那这位小姐，请问您贵姓？我姓许，今年25岁。那许小姐，你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今天早上我看到落水的儿童，然后朝着河岸边上狂跑。当时我看到他想救这个孩子，我还挺感动，而且那个孩子当时已经到了河岸中间。然后呢？结果我看到他竟然拿出了手机，他不是着急救人，而是拿出手机先拍照，最后等人救上来，那小孩已经昏迷了。你是说拿手机拍照才耽搁了落水孩子的救治？没错，因为我看到了全过程，我觉得这个人救人的目的不单纯，不送孩子去医院，而是匆匆忙忙离开呢，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为这件事负责。这不是我政法大学的同班同学吗？怎么会是他？这搞错了吧？他连游泳都生疏啊！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学校身上了！卧槽，老苏竟然下河救人，有没有搞错？假的吧？老苏那个旱鸭子还能救人？听到这话，舍友张伟也走了过来。在他们的印象中，苏凡连游泳都生疏的人，怎么可能跳下江去救人呢？这许晴太缺教养了吧！这货啥都没做就在旁边看着，结果还去指责人，还说老苏想出名。我看是你想出名想疯了吧？我打电话问问老苏啥情况。打过了，关机。关机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他昨晚告诉我今天要去调查取证，估摸着手机这会儿正关机着呢。下午4点，因为苏凡始终没有站出来给个说法，事件再次发酵。很快，关于苏凡的照片在春江各大论坛疯传。直到下午6点，苏凡发现手机一直在震动。什么情况？我拼了命救了落水儿童，孩子母亲不仅对我没有感激，反而叫来网红颠倒黑白说我作秀，甚至让我对此事负责并道歉。这手机怎么有这么多消息，还有那么多的未接电话？小凡，你过来一下。来了，安老师。苏凡也顾不得手机是什么情况，急忙朝着办公室走了过去。这是他的指导老师，也是整个律师界属于极度年轻有为的律师，专攻民事案件。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，可以提前打个电话，不用风风火火赶过来。看你一身湿漉漉的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吧。安老师不用麻烦你，我自己骑了车的。下午4点，在苏凡的照片传出去之后，也不知道是谁将他的上班地址给透露了出去。此时新闻工作者、媒体甚至当事人、旁观者都正朝着这边赶来。那你先走吧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可以联系我或者雨堂老师。好的，那安老师我先走了。今天怎么这么多人？是他，苏凡出来了。人群中也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，下一刹那，千军万马朝着苏凡冲了过来。你好，我们是春江头条的记者，请问你是苏凡先生吗？先生，你是否是今日龙湖河岸边上那位救人的人？苏凡先生，为什么在救人之后你就直接草率离开了？因为今天要赶着上班，所以把人救上来之后就先离开上班去了。那苏凡先生，你是否了解过被救者现在的具体状况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当时周围还有那么多人，特别是还有一位中医大学的同学在，我交给他们处理，就先去上班了。我就是孩子的母亲胡震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先去救人，导致现在孩子的医疗费就要10几万？难道自己救人还救错了不成？你当然不应该为了你的私利而先拍照，难道你不应该为这件事负责和给我一个道歉吗？你是说我救了你儿子是为了我自己的私利，然后我还要向你道歉是吗？检测到宿主救人反被指责诬陷，激活系统任务。选项1，做好事无需解释，面对指责我们让时间证明一切，奖励一辆价值30万的小汽车，25000元精神慰问金。选项2，对回去，让他们该付什么代价就付什么代价，奖励神秘大礼包。选项3，耐心解释今天发生了什么，在公众面前澄清自己，奖励5。难道你不应该给孩子妈妈一个道歉吗？因为你耽搁了孩子的治疗，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。听到这一句话，孩子的妈妈胡真又在掉眼泪了。你又是谁？我是许晴，是今天整个事件的目击者。我今天之所以过来，就是为胡女士和那躺在病床上的小孩讨个公道。许大美女正能量，就应该让这样的人付出代价。这个社会太需要像许姐这样的人了。刚刚她说去那个苏凡的楼下蹲他，蹲到了再开直播，我还以为是假的，没有想到居然是真的。这小哥哥还挺帅的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？果然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旁观者，我成功把那个孩子救了上来，你说我这是虚情假意？你这叫成功把人救上来了吗？现在孩子躺在病床上，还在陷入深度昏迷呢。你当时为什么还有时间拍照录视频？我救了你的孩子，要不是我现在他已经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
我当时就在现场，因为你拍照片作秀，才耽搁了胡女士儿子的秀智时间。你应该向胡女士道歉，你也应该做出赔偿，你更应该身败名裂。拿开你的手机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我就是让所有的网友看看你丑陋的嘴脸。你不是想出名吗？我就让你出名。忽然就在这一刻，苏凡的脑海中传来一道声响。宿主已选择选项2，即将自动开启直播。很好，那我也让全网的网友看看你丑陋的嘴脸。我就问你，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你说你是旁观者，你当时又在干什么？苏凡此时拿出了手机，紧接着对到那女的面前。卧槽！一开场就是这么大阵势。这个帅哥不会就是 UP 主吧？终于见到真容了。这女的不就是今天那个春江落水案件的目击者吗？这事情有看头了。我当时是旁观者，我就在旁边看，什么事都没有做呀。那么作为一个什么都没有做的路人，你现在跑来指责我，你觉得你比我高尚了？我觉得我什么都没做，不高尚，但我也……那你凭什么指责我？你有资格指责我吗？我为什么没有资格去指责呢？我当时看到了全过程，远远就看到了你拿着手机在拍摄视频，为了作秀，置孩子生死于不顾。你当然绝对不可以指责，哪怕是我真的在作秀，也是跳下水把人救上来了。而你呢？好，说的对。那意思是说，我要指责你的话，我就必须跳下水救人，是不是？当然，你只有做的比我好，你才有资格指责我。你现在就是个在岸上观望的键盘侠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评头论足？没错，你做的都没有博主好，甚至都没有去救人，你反倒指责救人的博主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许晴，你太缺较量了，有人生没人教的东西，你啥也没做，还去指责人，你是想出名想疯了吧？作为一个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，你算哪根葱？凭什么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？我是目击者，难道我不能为胡真女士讨公道了吗？你就这么着急堵人家的嘴？看来这位虚情假意女士，你真是正义感十足啊！那作为不会游泳的你，又远远的就看到了一个小孩漂浮在河面上，你有没有第一时间报警？有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呢？对啊，喜晴女士，你有没有拨打110和120呢？对，我是没做，但他动机不纯，我作为旁观者不能说吗？在这件事里，至少我救了人。你那么伟大，怎么不救人？怎么站在旁边无动于衷，连个急救电话都没打？还怎么解释？这女人就是个哗众取宠的东西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我之前还以为这是个好人还原了事件真相，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他妈不但没还原，还玩了一手为扭曲事实的操作。这一场直播很快又冲上了短视频平台的榜单 ，C 站那边直播也上了首页推荐，关注度创了新高。他确实是把人救上来了，等录完视频拍照完了之后再下水。他就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自我炒作。至于早上说我可能表达有误，毕竟采访的人太多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拍视频吗？我就是为了做好事，防止遇到你这样的人讹人，结果还真就给碰上了。很不巧，不能如了你的愿。苏凡找到了今天早上拍摄的那一段视频，然后对着那女的脸播放出去，用嘴说不如直接用证据打理。师傅在岸上录视频，人家小兄弟明明是一边在奔跑一边跑到河里救人，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！所以许晴女士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作秀？施救者这明明是在留证据好吧？而且一边奔跑一边录视频，也才1-2秒的功夫。这女的不要脸，还好意思打着正义之名行苟且之事。幸好这位兄弟留了证据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被这种人污蔑成什么样。这难道就没可能是作秀？要不然你为什么救完人就离开？为什么大家找了你一整天，你都没回应？怎么被我说出心坎，气急败坏，不会反驳了？气急败坏，这位女士，你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吗？我管你职业是什么，跟我有关系吗？不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是一名实习律师，而且还是一名很有爱心的实习律师。有爱心的实习律师？没错，作为道德缺失的你，刚刚说的那些话，在别人的眼里或许不能让你付出实质性的代价，但我可以。切，你要把我送进大牢吗？那你有本事就送我吧！作秀被我揭穿，还吓唬到我身上来了，你当我怕你这些？即使苏凡先生带着目的性，那也轮不到你来指责，因为在这件事中你没有伸出援助之手。我觉得这小姑娘完全就是隔了岸观火，不嫌事大。周围的媒体人士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，对这个许晴一通批判。看着周围的媒体人士对他批判，许晴依旧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。你可以表达观点，但是你没有资格去指责救人的人，特别是扭曲事实原本的真相，因为这叫造谣诽谤，是犯法。没错，你没资格扭曲事实。哼，他这不是扭曲，他这是在帮我陈述这个事件原本的事实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明明是你自己照顾不周，让自己孩子出现了危险，你得到了帮助，本应感谢，可是你却想到了利益，甚至在质疑别人救你亲属的动机。没错，胡女士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位苏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，而他没有搭一把手，
而在这里搬弄是非，我觉得你也没资格指责苏凡先生，人家在为你的错误买单，你应该跟人家赔礼道歉。救了你孩子，不懂得感恩不说，反倒还想着让别人追责道歉，什么人呀？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应该给他10万100万奖励补偿他呀。可我的娃娃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，我该怎么办？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你儿子，你难道不应该补偿我吗？没错，你娃娃为什么躺在病床上是你的事情，这位小兄弟是帮你儿子争取到了时间，这是事实。事实？你见过事实吗？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人家就在现场并看到了事实，就是因为他拍照录视频作秀，耽误了我孩子的救治时间。不理解，难道这位母亲不应该庆幸博主幸好来得及时吗？天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？这个当母亲的怎么能连自己孩子落水了都不知道？看我干嘛？我没有标榜我自己，我只是把我看到的说出来了而已。他本身拍照片录视频就是为了想出名啊。即使我真的想出名，我至少是救了人一命。可你呢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开直播的目的又是为什么呢？我是为了给胡阿姨讨回公道了。许晴继续回答道，整个人面不改色，依旧坚定。但经过这么一轮下来，他的直播间之前那群支持的铁杆粉丝可就坚定了起来了。许晴的直播间一片沸腾，都是骂声。很快，许晴的直播间一个个网友点击了举报的按钮。可这事情需要证明吗？你讨回公道，需要他这样的人讨吗？没错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真是奇葩！这位小乌鸦，要是这个世界都跟你一样，别人做了好事，回头还要被指责，甚至要求道歉，那以后还会有人做好事吗？佛老恶人就是这些人给整出来的。现在佛老人都得先拍个照片。既然做好事，那就应该得到更多的嘉奖，不管对方有没有目的。许晴看到自己的直播间被疯狂举报，顿时拿着手机对准了自己，对着直播间的网友开口道：“看看，胡女士想知道事情真相有错吗？你们至于一昧的阻止吗？是不是在怕些什么？还是谁有不得了的背景？”苏凡在一旁默默不说话，静静看着他表演。等回去收集网上传播数据，回头就可以安排了。没错，我只想了解事情的真相，想知道既然你拍视频是为了当成证据，为什么救上来之后不送去医院，反倒又拍了一张照片？我救上来之后拍照片会耽搁你孩子治疗吗？还有，你是这孩子他妈？孩子落水之后，你作为看护人，你干嘛去了？其实苏凡拍照是给指导老师看的，证明自己确实是因为救了人而迟到。我知道我也有责任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的孩子也不会受伤这么严重，更不会至今昏迷不醒。你这是什么逻辑？退一万步来说，我要是没把人救上来，而是游到一半回来了，而你的孩子沉在了水底，你是不是也要指责让我承担责任？你是不是想要赔偿？说实话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带着目的性，我也没有一定要求赔偿，我只是看到我孩子变成那样，心里不舒服。不是，你不舒服关这个小兄弟什么事儿？你凭什么让别人为你的失误来承担后果？我就是觉得拍照耽搁了我孩子的救治时间，而我的诉求也很简单，就是想让做错了事的人给我道歉，一个真心道歉而已。荒谬，他凭什么跟你道歉？你应该感谢这个小兄弟。没错，救人已经是情分了，无论救到什么程度都不应该被指责，更不应该承担责任。我没有指责他，我更没有让他承担责任，但我实在是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。那这位胡真女士，我拍了2张照片，你就不感谢了吗？你宁可接受孩子去世，也接受不了我拍照留证据，你是不是后妈？没错，苏先生叫人救上来是事实，可你总是在纠结那2张照片，我就问最后拍照是耽搁了救护车还是干嘛？我现在也很疑惑，你到底是不是孩子的亲妈？恭喜宿主领取成功。趁着记者在质问，另一边的苏凡操作了一下系统，领取阶段性奖励，意外又得到了一段视频，而这段视频竟然还有惊喜。我当然是孩子的亲妈了。既然你是孩子的亲妈，那对方本该去上学的时候却掉到了水里。你对着我们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说说，你这个做妈的当时在干嘛？对啊，胡真女士，为什么孩子掉进水里你都不知道？作为关注这件事的人，我觉得你更应该给救人者一个交代，毕竟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下了你的儿子。我知道我也有责任。你别躲避话题，你就告诉我孩子落水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他为什么会背着书包掉进水里？就回答这个。对，别转移话题。胡真女士，当时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孩子在上学的路上会落水？对，你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，你应该关注你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从头到尾，我们完全看不到你作为母亲的一种羞愧之心。面对千夫所指，已成众矢之的，胡真还想解释，但一些有正义感的媒体人士直接打断了对方的话。我很同意这位记者同行说的话，你凭什么去指责施救者？我承认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娃娃，但是就是因为我听到他跟我说对方在救人之前还拍了视频，救人之后还拍了照，
所以我才有这个怀疑他居心不良。听他说，是你想以此为借口讨好处吧？就算我拍视频居心不良又怎么样？我救人上来是事实，难道不该得到表扬，不该得到宣传吗？没错，你居然去指责一个施救者，让施救者给你道歉，你这种做法不但让这位施救者寒心，你更是让整个社会寒心。可他拍照片录视频就应该接受我们的批评，不是吗？许晴的眼睛死死盯着春江记者，就在刚刚他的直播间被举报了，而且正在封禁的边缘，都是这个记者在旁边煽风点火。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。没错，这个世界上最可恶的就是你这种人，明明与你事不关己，你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，冷嘲热讽。今天也就是我这小伙子思路稍微还算清晰，要是换成一个老大爷，对方岂不是百口莫辩，自尝委屈？许晴带着白眼冷笑，蔑视苏凡的屁话。许晴此时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因为每个心理正常的国人内心都有一杆秤，分明是非的一杆秤。终于分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成功了！笑死我了！许晴，你直播间被封了，这下看你还怎么办？成百上千，最后上万条举报，紧接着他们就看到了最心心念想的一句话：许晴的直播间终于被封禁了。刹那，直播间一阵欢呼。孩子啊，我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你还躺在病床上，至今昏迷不醒。胡真女士哭才有用吗？你儿子是对面江畔小学的学生吧？作为家长，为什么不送他过去？你当时又在干嘛？对，请你回答，胡真女士，当时你在干嘛？为什么孩子掉下水那么长时间你都不知道？我当时给我娃娃买早点，一个转头就不见了。我知道在这件事里我是有责任的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现在是追究这些的时候吗？我的孩子才是最可怜的。买早点，医院的诊断，这孩子至少溺水了4分钟左右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孩子离开自己身边那么长时间，你就没有一丁点察觉吗？一众媒体人士都表示很疑惑，毕竟他们对这件事也是全程跟下来的。这好几分钟的时间里，对方孩子从自己身边消失了，他竟毫无察觉。当时人多，我在排队，让孩子在旁边先等一会儿，结果没有想到孩子突然就走掉了。我急忙到处去找，然后就看到河岸边上有很多人，走近一看，竟然是我儿子躺在那里。我知道我有错，而且是无法挽回的大错。不对吧，胡真女士？如果苏凡没拿到系统阶段性奖励，他或许还真就信了对方的说辞。什么不对？我知道刚刚要你负责，这是我做的不太恰当，但你也不能在这么多媒体面前质疑、诬陷孩子母亲。我自己带的孩子，难道我还能说谎不成？也是胡女士，看你这么重的眼圈，昨晚应该没睡好吧？老公在外地出差，我得一个人照顾娃娃的生活起居。你这个年纪根本不了解家庭主妇，这让我怎么活？怎么跟老公和家人交代啊？胡真结婚后，因为不喜欢跟婆婆一起住，老公就在龙湖这边买了房子。现在娃娃成这样，她还瞒着老人，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交代。哦，既然你是一名家庭主妇，又照顾这个家那么辛苦，正常孩子要去上学的话，应该备一份早餐吧？怎么还到外地去买呢？当然要准备了，但我家娃娃喜欢吃楼下那家早点店，一直缠着要买，耐不住他缠人，我就带他去买了。可要是他那么想吃，你作为妈妈在哪里排队买东西，他应该会等着你才对，毕竟这是他一直缠着要买的东西，那他为什么还跑开了？苏凡实在是没有想到，自己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这个女的居然还在演戏。无论是在场的围观者，还是网上的网友，一个个皆是满脸疑惑。是啊，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？这位母亲，你糊弄鬼了！胡真女士，你家住在河岸边上的小区，如果孩子去学校的话，应当需要先过一条马路，然后是公园，最后才是一条河。你儿子知道母亲给他买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，且他还饿着肚子，他怎么可能独自跑到1500米外的河边去玩水呢？昨晚打牌手气是不是好像不太好？什么手气？胡真的脸开始有些泛白，那眼神漂浮不定，甚至不敢看苏凡。你还在遮遮掩掩，昨晚是去打麻将了吧？看着这黑眼圈，是不是打了一宿？苏凡已经在系统领到昨晚他在家去打麻将的阶段性证据，看着这人死性不改，苏凡也懒得跟他继续废话。我没有打麻将，你不要冤枉人！这么多记者，胡真哪里敢承认这些话？如果让她老公知道是因为打麻将才让孩子落水，她老公一定会跟她离婚的。我想只要愿意查，完完全全的查出来吧。你还不承认吗？那你觉得这个你能瞒多久？就算你能瞒得住，你那些牌友知道这件事后能替你保密吗？这事是他们告诉你的。宋真、唐子孝、莫蔚，3个中的谁？现在究竟是谁给透露出来的？既然是自己因为打麻将疏忽导致孩子出事，那就不要总想着找人背锅。既然做了，就要有被曝光出来的觉悟。你还真因为打麻将让孩子落水了？我哪知道他会跑到河里，我
我就让他等我打完一圈之后，我就送他去学校。不好好看孩子，你却在那通宵打麻将，胡真，你不配为人父母。听到这话，正在看直播的网友们也忍不住了，一个个反串各种嘲讽。这完全是不应该发生的意外。他老老实实的带小孩，不去打麻将，根本就什么事都没有。东怪西怪，为啥不怪自己？你不去打麻将就不会出事情，差点又让你讹人成功了。胡真，你连个孩子都看不住。这位哥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没事。兄弟，这胡真是谁呀？至于这么肝火大冒吗？你们那是不知道啊，这个胡真简直了，别人救了他溺水的孩子，他反倒讹救人者，奇葩吧？简直道德败坏！毕竟救上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，居然还想着讹人。你让我捋一捋，你是说这个胡真因为打麻将导致孩子失足掉进了水里，然后又见义勇为的人救上来了，他反倒去讹救人的人，让对方负责。对，对方还歪理邪说你没能力救，为什么要把人救上？你既然救上来了，就得负责，就得给我道歉，还得赔偿。要照他这么说，以后谁还敢救人呢？典型的恩将仇报嘛。整个车厢这会儿就跟那天桥下说书的现场似的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一个个都十分愤慨。他们现在总算是知道为什么这老哥这么愤怒。苏凡先生，你好。陈警官、玉警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人报案，你跟一起儿童落水案件有关，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。什么？报案？之前我报案是因为被人误导了真相。警察同志，要不我撤案了吧？撤案？这案件不是说撤案就能撤案的，我们警方还是要走该走的流程。当事人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这一次，警方一共来了2辆警车。玉警官打开车门，叫胡真上了后边的警车，同时也叫了许晴。我为什么要去啊？我又不是当事人。今天你不是这件事的证人吗？既然是证人，那我们警方需要你配合调查，那你是不是有义务配合？那行吧。许晴听到这话，顿时语塞。就这样，胡真和许晴被带上了警车。在苏凡走后，现场的记者也纷纷离开。此时，一双美眸正盯着2辆离开的警车。李唐，你这个学生可出色的很，不但自己脱身了，还顺带让2个讹人的人身败名裂。解决了。对面预估进去多久？你这刑法研究入魔了吧？怎么开口就是进去多久？我可跟你讲，你忙完可以搜视频回放。在这场辩论中，他打的那真叫一个精彩。安义木是民事方面的知名律师，而冰雨堂则研究刑法，现在是现在政法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，年仅26岁。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现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母亲打麻将了才对，难道仅凭借着一个黑眼圈以及一些微不足道可以忽略的小细节？没兴趣，你叫他回学校一趟，我有事找。下班了，人家也被带去警局了，你能不能早点说？算了，回头我找他来。苏凡从警局里走了出来，他当然是一点事都没有，不但没有事，还得到了表扬，甚至所里要给他申报见义勇为。而胡真和许晴则是被严厉批评。苏凡先生，要不你先等等，一会儿我顺路送你回去。玉警官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苏凡先生，你忘了上次在地下停车场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说过请你吃饭来着。我看今晚倒是个不错的机会，正好我也没吃晚饭。那个事是我应该做的，怎么能要玉警官你的感谢？你呀就别客气，等我5分钟，我一会儿就下班了。你叫苏凡对吗？我是苏凡，请问你是？这位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这里可是警局。我是胡真的丈夫，今天的事情我跟您道个歉，感谢你救下我们家的孩子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他可能就没了，这是一点小小心意，希望你能收下。这个汉子牛高马大的，要是对方真的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自己还真难以控制。原来是胡真的老公啊。这个倒是不用了，毕竟你们家也需要钱。苏先生实在是对不起，是我平时没有管教好那个婆娘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她居然还想瞒着我。行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了，以后一定要坦坦荡荡做人，不要想着歪门邪道，更不要扭曲事实。许晴毫不在意地应了一声，另一边胡真听到这话如释重负，毕竟他们2个在这警局里被警官训斥了一个晚上。老公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害娃娃成了这样，你打我吧。我叫你不要打麻将，你不但通宵打，最后连儿子掉河里都不知道。胡真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你应该跟躺在病床上的孩子道歉，明天就去离婚办手续吧。老公，不要离婚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打麻将了。你打我吧，你狠狠地打我吧。你这实习律师是不是想说错在没把我送进去？你那些唬人的把戏，对付别人还行，我许晴可不吃你这一套。苏凡刚想告诉对方他蹦跶不了多久，忽然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寝室张伟的兄弟给他打的电话。阿伟，有什么事吗？老苏，你搞什么鬼？发微信也不回，QQ 也没个消息。我这不是刚从警局出来，
明天回寝室跟你们再细聊。现在这有个难缠的角色，我得先应付一下。今天的直播我们也看了，牛逼啊兄弟！你们都看了，要传播的挺快。老苏今天这场舆论战打的真的是精彩，不过你这家伙也不老实，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？居然还跳下河到河中间救人！喂，实习律师，你别走啊！你不是要告我送我进去住免费房子吗？滚滚滚！既然你们看直播，那今天你们肯定知道那个女的许晴吧？现在对方正挑衅我，要我送她吃牢饭，我一会儿得先去收集证据，明天再跟你们细聊。啥？要你送她坐牢？那这种要求你可不能不答应。我们哥几个给你准备点小礼物，邮箱给你发了一份，记得查收哦。什么礼物？弄得这么神秘？苏凡打开了邮箱，居然是各种新闻截图，还有一些视频节选，甚至还包括播放、转发、收藏等数据。有拿高大上的名词在吓唬人呢。那你这么有本事，就把我抓进去吧，我还真就挺想试试。这种要求我还真第一次见。于警官，我要报警。还装的挺像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要报什么警。许晴显然是不相信苏凡真的会报警，直接挑衅时跟着他再度走进了警局。然而见到警方立案，将两人带进办案区，许晴开始慌了，整个人早已经没有了之前那嚣张的气势，甚至借口要走。许晴女士，鉴于你近日捏造不实内容，并在媒体平台公开造谣，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，我们现在正式传唤你接受调查。什么造成不良影响？我做什么了？你做了什么？到时候在审讯室中自然会给你看。我明明什么都没做。做没做，我们警方会根据证据做出公正的判断。现在许晴女士，请你配合警方调查。审讯室中播放着他那些造谣吸金的视频，这证据就在面前，对方居然还想着狡辩。什么行政拘留？警官，我真不知道，就随便说说就是犯法的。听到自己真的要被行政拘留，许晴彻底慌了神，直呼自己不懂法，就以为是说说而已，哪里想到会犯罪。每个人也得为自己说的话负责，特别是这种能造成误导公众舆论的话，签字吧。警官，我是初犯，能不能网开一面，哪怕罚款警告也行啊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触及法律的事。我对天发誓，如果有一句……停！你别在这里对我对天发誓，我跟你说，在你这个位置上对天发誓的人多了去了。警官，我真的错了，我还有工作，我要是被行政拘留，老板会开除我的。徐女士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实习律师？姓苏的，你也别得意，也就是行政拘留5天而已。你要真那么有本事，怎么不送我进去坐真正的牢啊？满足你的要求啊！捏造事实、诬告陷害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。就在刚刚，我已经向春江市区提交证据材料，要求以诬告陷害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你告我了？当然了，并且你还诋毁了我个人的声誉，估摸着坐牢3-5个月还是可以的。我这证据还没搜集完，等证据齐了抽长发挥的话，1年半载也有可能。迪亚哥，我之前是开玩笑的。看到苏凡真的提交证据，在网上立案了，许晴茫然到不知所措，缓了一会儿，立马扑丧着脸跟苏凡道歉了。哈，你是开玩笑的？那不好意思，我认真啊。周一早上一觉醒来，苏凡收到了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书。我许晴对我所犯行为感到后悔，想跟苏凡先生说对不起，向苏凡先生的家人、朋友以及全社会说声抱歉。同时，我也希望法官看在我是第一次的情况下，对我从轻处罚。这几天在看守所，许晴想了很多，后悔自己当初做的行为。如果当时没有挑衅苏凡，现在已经到了行政拘留执行完毕的日期，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了。全体起，当庭宣读判决书，许晴被判入狱6个月。苏凡先生，听说你在法庭上拒绝了许晴的道歉。是的，道歉是他的权利，但我也可以拒绝接受。那对于造谣者被判刑6个月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希望这个案件能给某些无端生事者一个警告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。没错，我们的社会需要正能量，像苏凡先生这样见义勇为的事情，我觉得是应该要受到大家赞扬与尊敬。